干了！小凡，那个拜金女跟你分手，要我说是件好事，就咱送外卖这点钱，根本养不住啊。哎，李哥说的对，兄弟，他图的是钱，不是你这个人。哎，来喝酒。没错，这种女人，分了就分了，以后好好生活，努力搞钱。哎呀，这才对嘛，兄弟！哎，你说，咱们送外卖，什么时候才能买车买房啊？捡接到合适的宿主赵小凡，恭喜你解锁秒杀系统。每晚10点，本系统都会出现惊喜秒杀产品。今日秒杀产品法拉利限量版 F60，全球限量10辆，秒杀价9.9元。秒杀系统，法拉利还不到10块钱。请确认是否购买，1分钟内如宿主没有做出选择，系统将默认宿主放弃。不就9块9吗？我买了。恭喜宿主购买成功，本次购买为次日达，请宿主等待签收。我还没填地址呢，你就让我等待签收？唉，这人啊，绝望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真的会产生幻觉。9块9的豪车还包邮，切，我现在还幻想是真的。来，喝酒！哎，喝酒喝酒，来干！哇，这确实太帅了，这太帅了，这人！干嘛呢？这是？这破小区发生什么稀罕事儿了？聚集了这么多人，这是不是搞错了？咱们小区还有人能开得起这车？我刚查了查，这可是全球限量款法拉利，售价可是2000多万呢。这也太贵了吧！咱们小区怎么可能有人买得起这么豪华的车？限量款法拉利跑车，法拉利限量版 F60，秒杀价9.9元。不会是我秒杀的那辆吧？赵先生，这是您购买的法拉利 F60，请您签收。那个秒杀系统竟然是真的！真的是我秒杀的那辆车！尊敬的赵先生，祝您驾驶愉快。这是我的名片，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联系我。这一切都是真的！我竟然拥有了秒杀系统，我的人生要逆袭了！我要带着系统走向巅峰！哇，亲爱的，这车可真好看。这车可不是有钱就能买得起的，全球只有10辆，才10辆，要有非常牛逼的身份才有资格呀入手这辆车。我前女友罗曼，没想到前天刚分手，今天就傍上了个新的。也不知道这车的主人是谁，要是能认识这车的主人就好了。拉倒吧，也不看你什么档次，我都不认识这么厉害的人物。看够了没有？看够了，赶紧给我让开，别挡我的路！赵小凡，怎么会是你？你怎么可能开得起这么好的车？为什么不能是我？你不就是一个送外卖的？我知道了，这一定是你租来的车。哎，你们认识啊？亲爱的，他就是之前纠缠我的那个前男友。你看他多幼稚，就为了装逼，还跑去租车。哎呀，租车？你倒是告诉我，到哪里去租一辆2000多万的限量版法拉利啊？这车真是你的？这怎么可能？你怎么可能买得起这么好的车？你不配我跟你解释。现在，让路！大叔，以后看人啊，招子放亮点儿，别听一个女人哄你2句就什么都信，太没脑子了。哎，你让开！拜拜了您呢，爽！这样的人生才有激情。嘿，我现在越来越期待今晚的秒杀会给我带来什么了。哼。
时间要到了，不知道这次会是什么。今日秒杀产品为天井豪苑1号别墅，面积999平方米，秒杀价9.9元。我操！天井豪苑，还是1号别墅，那可是整个天海市楼王啊！请宿主尽快做出选择，30秒后视为自动放弃。买！恭喜宿主购买成功，天井豪苑物业将在10分钟后抵达，迎接宿主入住。发达了，这才2天，我就拿下了豪车豪宅，我的人生就要彻底翻盘了！张小凡，赶紧开门，这个月房租什么时候给啊？张小凡，这房租明天可就到期了，你要是再不续房租的话，今晚就从我这房子里卷铺盖走人。你找别人租去吧，一会儿我就去住我的别墅了。嘿嘿嘿，赵小凡，你现在穷的都人嫌狗气了，还别墅？你咋不说楼下那辆法拉利也是你的呀？确实是我的。嘿嘿，别在这搞笑了啊！前2天还求着我说要拖延2天交租，今天就别墅啊、跑车呀，没钱就收拾东西滚蛋！赵先生，我是天井豪苑的物业经理，我是来接您入住天井豪苑1号别墅的。这1号别墅就是气派啊！1号别墅有主了，贵叔。小姐，1号别墅不是不对外售卖吗？怎么突然有人入住了？小姐，不是不卖，而是被神秘买主预定了。现在看来搬进来了，只是似乎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。一个能买下1号别墅的人，肯定不一般，却穿得如此随意，都让我有些好奇了。去，帮我送一份见面礼给他。是，小姐。爽！啊！不愧是天井豪苑1号别墅，说是整个天海市天花板级别的装修都不为过。这样的别墅，谁能不爱呢？哼，这个时间谁会登门？先生，我是对面8号别墅的管家易贵，这是我们小姐准备的一点薄礼，还请您笑纳。竟然是顶级金瓜贡茶！之前听别人说100克就要35万，这么贵重的东西，直接就当上门礼给送了。能住在1号别墅的人肯定非同一般，还请先生不要嫌弃啊。哦，贵叔言重了。我叫赵小凡，贵叔不要太客气，快请进来坐。今天有点太晚了，就不打扰赵先生休息了，我改天再来拜访。啊，好，告辞。贵叔慢走啊。对方一出手就有这么大的手笔，一看就不一般。可是我现在身无长物，除了这1号别墅就是跑车，拿什么回礼呢？宿主连续2次秒杀产品，触发额外秒杀机会1次。本次秒杀产品为5000克极品龙涎香，秒杀价格9.9元。系统是不是有监听功能啊？我这正想着怎么回礼呢，就给我带来了惊喜。买！极品龙涎香将在10分钟内以快递形式送达，请宿主注意查收。这不愧是极品龙涎香！我记得有次看到一个视频，有人花了100万才拍下了50克下品龙涎香。这极品龙涎香价格肯定会更高，就用这个回礼好了。买下1号别墅的叫赵小凡，似乎天海也没听说过什么厉害的家族姓赵。
那就不知道了。不过这个赵先生平易近人，很是随和。算了，就当送个见面礼，结个善缘吧。贵叔，刚才收了您的厚礼，我来给您回赠一份。贵叔，家里没什么好东西，就随便切了一点，希望您别介意。这是极品龙涎香，这么一块就得有500克吧？这分量如果拿去拍卖，怕是500万都不止啊！这么贵重的龙涎香，到他嘴里还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它到底是什么来历啊？赵先生，这太贵重了，这种品相的龙涎香，价格昂贵至极啊！我不能少。哎，贵叔不用在意，这东西啊，我家里还有很多，算不上什么，贵叔安心收下就好。我就先不打扰了。赵先生，怪不得能住在1号别墅，出手就是不凡啊！以他的实力，应该可以帮我解决眼下公司的危机吧？小姐是想让他帮忙让公司上市？没错，我和家族有赌约，2年内让公司上市，否则就得和王家联姻。王家一直在暗中破坏公司上市的事情，我不能让王家得逞。以他的实力，如果愿意帮我的话，公司应该可以顺利上市。所谓人靠衣装，我现在开豪车住豪宅，怎么也得有件得体的衣服才行啊！2000，就这么一件 T 恤，竟然要2000块，这价格也太离谱了吧！我操，我的余额竟然刚够买一件 T 恤！锦绣商城这种顶级商场，不是你这种人该逛的地方，不买就赶紧让开，别杵在这儿挡了郑少的路。看什么看？我宝贝儿说的不对吗？你档次太低，锦绣商城不欢迎你这种人来消费。我郑氏集团可是你们商城最大的合作商，这种垃圾不配跟我站在一起，明白吗？欺人太甚，有2个臭钱就狗眼看人低。如果我是商场老板，绝对不会和这种人做生意。恭喜宿主触发秒杀系统，本次秒杀产品为锦绣集团51%的股份，秒杀价格9.9元。真是想啥来啥。锦绣集团可是坐拥全国72家的锦绣商场，51%的股份，那我现在岂不是直接成为100亿富翁？系统立刻秒杀！秒杀成功，锦绣集团股份会在10分钟内送达。这系统比我想象的还要给力！我不过是想要一间店铺，没想到直接给我送来一座商场，不是全国72座商场。亲爱的，这人该不会是变态吧？对着人家傻笑。笑什么笑？我笑你们2个狗眼看人低。对了，你刚刚有句话说得很对，有些人档次太低，就不配来锦绣商场消费。现在你可以从我的商场滚出去了。你可以从我的商场滚出去了。哎呦，宝贝儿，你听见他说什么了吗？他说这商场是他的，笑死我了。疯了吧？这可是全国连锁的商场，市值数百亿，他居然说是他的。先生，你快走吧，他们不是一般人，不要给自己惹麻烦了。你表现得很不错，等着升职加薪吧。你这人怎么不听人劝呢？他们一看就是有钱人，他们有没有钱我不在乎，反正没我有钱。哎呦，大家过来看看呀，他还装起来了，就他这熊样，还敢说比我有钱？那就比比。好啊，我给你这个机会，输了给对方100万。行。哼。来，随便刷。今天我让这个土鳖看看我有多少钱。哼，刚才锦绣商场被神秘买家收购，快去迎接我们的新老板。你就没别的了？就你这种档次，我随便一张卡都够你赚一辈子的。
好啊，那你就睁大眼给我看清楚。这边，先生让一下。是天海锦绣商场的周江伟，周总。是天海锦绣商场的周江伟，周总。请问您是赵先生吗？是我。赵总，我刚接到总部的消息，您已经是锦绣商场最大股东，上面知道您在这里，特意安排我来接待您。还比吗？怎么回事？周经理，这位先生一直在刁难这位赵先生，一直在用金钱羞辱他。不自量力的东西！我们赵董是锦绣集团的最大股东，你也敢和我们赵董比？通知下去，终止所有与郑氏集团的合作。以后我们锦绣商场拒绝他入内。是。先生，请您离开。等等，赵董，恕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您就不要跟我一般见识。你误会了，我只是想你兑现那100万的赌约而已。这件事啊，就交给你来办，钱直接打到这个小姑娘的卡上。还有，这位小姑娘的服务我很满意，给她升职加薪。好，不对，还有一件事，得想办法跟家里解释一声。妈，小凡，你这边没事吧？我和你爸商量好了，明天就把房子卖了，给你凑彩礼钱。果然，世上只有父母才会无条件的对我好。小凡，你在听吗？妈，不用了，我找到了钱多的工作，你们放心吧。小凡，你不要骗妈，这才几天，你哪来这么多钱呀？妈，是真的，你们要是不信的话，过2天我请你们过来看看。好，那你自己多注意身体。哎，好。唉，有时候太有钱也不是一件好事。要是我跟爸妈说我成了锦绣集团的大股东，还住进了这样的别墅，他们肯定会以为我得了失心疯。实在不行，明天去收购一些小企业，就说是之前投资成功的，这样他们就安心了。秒杀系统启动，今日秒杀产品修平药液，秒杀价1元。啊！小凡说他的事已经处理好了。他只是报喜不报忧，怕咱们担心。等明天我们带上房本过去，就是卖房卖鞋，也不能让小凡这辈子娶不上媳妇儿。好。爸妈，你们看，小凡，这真是你的厂子？你真的没骗我们？爸妈，这是我之前和我朋友一起弄的，我是厂子里的大股东。那他来了。爸妈不用紧张，这是我好朋友修平，他是这里的总经理。叔叔阿姨，昨天小凡就跟我说过了，特意让我来迎接你们。咱们里边请吧。走吧。好。叔叔您看，如今赵董就是我们的老板，虽然说这规模不算大，但是每年也能创收1000万。爸妈，现在你们放心了吧？既然你说的都是真的，那我们也就放心了。臭小子，妈终于能不替你担心，睡个好觉了。对了，你既然现在没事了，那你和曼曼的婚事也该提上日程了。是啊。妈，我们分了。这妈，罗曼之前嫌弃我没钱，跟人跑了。不过也好，让我看清了他的真面目。分了就分了吧。
你说我们家怎么这么倒霉呀？你遇到这种薄情寡义的女人，你姐也……我姐怎么了？哎呀，算了，反正这事儿你早晚也得知道。你姐出了点事儿，她谈的那个男朋友王明，为了巴结那个女上司，伙同那个女上司陷害你姐，你姐被陈氏集团给开除了，还被行业拉黑，现在连个工作都找不到。哎，爸妈，你们也别担心了，这件事儿交给我来处理，我一定要给我姐出一口这个恶气。陈氏集团虽然很厉害，但我现在是锦绣商场的大股东，也不会差到哪里去。这件事儿，王明他们必须付出代价。易叔，你怎么来了？今天主要是奉我们家小姐之命来给您送邀请函的。邀请函？实不相瞒，我们家小姐就是陈氏集团的总裁陈洛诗。今晚9点呢，要举办一场拍卖会。拍卖会结束之后，想邀请您共进晚餐，希望您能够赏脸呢。你家小姐就是陈洛诗陈小姐啊？正好趁这个机会解决我姐的事情。赵先生知道我们家小姐？我也是这才知道。那就多谢陈小姐邀请了，今晚我一定到场。好。本次我们拍卖的产品是由天剑集团的陈总提供的百年老参。如果提供拍卖的物品能够拍出超1000万的价格，将拥有和陈小姐共赴晚宴的机会。现在起拍，起拍价200万元，每次加价不得低于50万。既然是陈总提供的，我买了。17号宾客出价250万。百年老参可是个好东西。16号来宾出价300万。300万，还有没有加价的？3、2、1，成交！恭喜16号来宾获得陈总提供的百年老参。也很遗憾，陈总提供的拍品没有拍出超1000万的价格，也将失去和陈小姐共赴晚宴的机会。接下来拍卖的是由鼎盛集团张总提供的著名画作《光之神国》，起拍价500万，每次加价不得低于100万。我出500万，我出1000万。2号宾客出价1000万，还有没有更高的？1500万。15号宾客出价1500万，还有没有更高的？好家伙，1500万！恭喜15号宾客获得此拍品，也恭喜张总获得今天晚上与陈小姐共度晚宴的机会，请张总前往餐厅。感谢大家捧场，感谢。我是陈洛诗主动邀请共进晚餐的，现在过去应该问题不大吧？你是什么人？跟着我们干什么？吃饭啊！吃饭？先生你好，你也是来参加这次晚宴的？鄙人称达志，乃是鼎盛集团。赵小凡，你怎么来的这里？小王，这位是？张总，我是来迎接你的。至于这个赵小凡，他是我前女友的弟弟，一个无业游民。赵小凡，胆子真大呀！这是你能来的地方吗？我还以为是跟我一样有资格跟陈小姐共进晚餐的，原来是个小瘪三儿啊！哼！张总您放心，我这就给他赶出去。赵小凡，识相的赶紧滚！要是等我叫保安，没你好果子吃。真是冤家路窄，我正是为你的事而来的，现在正好解决。你为了巴结女上司，欺负我姐的事儿，我正要找你，没想到嚣张到我头上了。你就是赵小雅那个人的弟弟。当初赵小雅和王明还没分手，
就为了帮你找工作，还跪下来求王明呢，真是一家子窝囊废。幸好王明有脑子，果断放弃，选择跟我在一起。你就是王明巴结的那个女上司，勾搭成奸，欺负我姐。你这个废物，凭什么这样跟我说话？保安，保安，把他给我弄出去！你们是干什么吃的？有人混进来了都不知道。这位先生他是有请柬的。他什么他？他就算有请柬，有资格站在这里吗？这位先生您……那你说怎样才算有资格？当然是张总这样，单品拍卖过千万的人才有资格。你行吗？哎呦，学姐，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？他这种人，就算把房子抵押上，也凑不够上桌的资格呀。哎，哪像我们张总？我们张总是锦绣商场供货商，实力雄厚，只有我们张总才有资格上桌。哼，小王说的不错，要是跟这种人一起吃饭，简直拉低我的档次。一个锦绣商场的供货商还装到我头上了，本来没你的事儿，竟然要自取其辱，那就不要怪我了。我们锦绣商场有一个姓张的供货商吗？是有个小供货商姓张。换了吧，以后你就不是锦绣商场的供货商。以后你就不是锦绣商场的供货商。喂，周总，以后合作取消了。啊？为什么呀？怪就怪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。你到底什么人？你很快就会知道。整体秒杀系统启动，本次秒杀系统为克什米尔蓝宝石500克拉，秒杀价位19.9块。哼。我竟然查不到赵小凡的任何信息，这么神秘的大人物，今天会来吗？赵先生既然答应了，我想他是肯定会来的。但愿吧，希望他不要让我失望。喂！哎，先生，您在干什么？接下来拍卖的这个东西，由我赵小凡提供，起拍价10个亿，克什米尔蓝宝石500克拉，10个亿，10个亿，真的10个亿的嗨品，疯了吗？有钱没地儿花了吗？先生，您在开什么玩笑？我从不开玩笑，你可以随便找人来验这东西。这真的假的？我记得15年港城的苏富豪曾经拍过，1克拉高达24万美元。这要是真的，10亿并不贵。可此人什么来历？竟有这么大手笔？他倒是舍得，一来就给了我这么大一惊喜。一上来就送出极品龙涎香的人，并且住在1号别墅的，本就不是一般人。先生，我不是怀疑这个东西的真假，而是您这个价实在是卖不出去。卖不出去？赵小凡，你是不是了解这里的规则，所以拿一个假东西在这哗众取宠呢？诸位，你们别被他骗了，这小子拿的肯定是个假的。10个亿，我要。感谢赵先生如此赏光，拍卖这么名贵的珠宝。是我应该谢谢陈小姐才对，要不是陈小姐出手，恐怕今晚这顿饭我赵某还真没资格吃上。赵先生说笑了，今天这顿饭就是因为你才存在。之所以设置这个进餐资格，是因为担心这些人拉低了赵先生的层次，引起赵先生的不喜。陈小姐竟然只是为了请赵先生吃饭，进餐资格也是为这位先生设置的门槛。能让陈小姐做到这种地步，这位先生是什么来历？为我设置的？这是自然，以赵先生您的身份，自然不是谁都有资格共同进餐的吧？哼！保安，把这个张总给我带走，永远取消他和陈氏集团的合作。赵先生，您这边请。小姐已经为你准备好了晚宴。不急，还有一件事，
今日我是为他们来的。王明，你陷害我姐，还将她全行业封杀，你这么厉害，不知道陈小姐知道不知道？小凡，我知道错了，都是这个是他威胁我的，我没办法，我只是个小小的员工，我根本不敢不听他的话。王明，你还算不算个男的？当初分明是你搞错了数据，为了不被惩罚，你将锅全甩在赵小雅身上，还用甜言蜜语哄我，你觉得我会帮你？你胡说什么？要不是你明里暗里勾引我，我怎么会对不起小雅？现在我小舅子这么有出息，我不需要再看你脸色了。小凡，这都是误会。你看，我现在已经跟这个女人撇清关系了，我以后没有以后了。集团一直在调查你们两个的犯罪证据，本来想过段时间再处罚你们，但是现在得罪了赵先生，你们就去治安局里忏悔吧。保安，陈总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原谅我吧，陈总。陈总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也是好不容易才爬到今天这一步的，你不能这样对我呀！邵先生，现在烦人的事解决掉了，不知可否赏光，一起吃个饭？这拍卖会不办了？这拍卖会本就是为你而准备的，既然你来了，就没有办下去的必要了吧？啊？陈小姐，我们还不太熟，不值得你这样大费周章的请吃饭。说实话，今天之前对你只是有这么一丁点的好奇，但是在见到你之后，我觉得做的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能随便拿出价值10亿的珠宝，一定能抗衡王家。陈小姐，你醉了。怎么？难道我不美吗？醒了。啊？你是第一次？我会对你负责的。你不需要对我负责，你只需要帮我一个小忙。什么忙？我和家族有一个赌约，2年内必须让天海的陈氏集团上市，否则就交出家族权力，并且和王家联姻。我不想跟王家联姻，所以想找你帮忙。哼，你是想拿我当挡箭牌？说实话，昨晚之前我确实只是想拿你当挡箭牌，但是昨晚之后，对不起，是我自私了。我只是觉得以你的实力，王家应该动不了你，所以才……如果你不愿意的话，就当昨天晚上什么都没有发生。既然已经是我的女人了，我就一定会对你负责，让你心甘情愿成为我的女人。我知道你很神秘，也很厉害，但是想当我的男人没这么简单。衣服穿上，跟我回家。不愧是陈家，底蕴深厚，庄园都快比我那1号别墅要大了。也不知道陈洛师找我来到底是要干嘛。今天是陈家老爷子80岁寿诞，听说洛师小姐的未婚夫王少帅准备了一份好礼啊。那可得好好看看，王少帅可是神辉集团的大少爷，准备的东西一定惊人。对，等会儿去看看。
原来是陈家老爷子过生日，还好，就剩下半个小时，希望今天的系统给力一点。哼，兄弟有些面生啊，不是京都的？不是啊。王公子，你看怎么样？我就知道这是一个不知道从哪儿跑出来的小瘪三吧，根本不足为虑。的确是我多虑了，我还以为是陈洛师从外面带的哪个野男人回来。猜的还挺准，呸，一点也不准。看来今天晚上又要被迫装逼了。哼，家主到！哈哈哈哈哈！大家晚上好。爷爷，知道您今天是大寿，也知道您喜欢一些老物件，所以特意给您准备了一段定窑白釉华语早文大波，希望您能喜欢。您长长眼。不错，不管从品相还是色泽来说，都是上品。哈哈哈，少帅有心了。哈哈，应该的，爷爷。为了洛师，做多少我都愿意。洛师啊，2年不见，越发的光彩照人了啊！姐姐，你可不知道，这2年你没回来啊，王少帮你做了不少事呢。这爸妈还有爷爷对王少可是赞不绝口。听说你天海那边的生意出了点问题，王少差点就亲自飞天海来帮你了。是吗？你是听谁说我在天海的生意出了问题呢？洛师，是天海的朋友告诉我的。以我们家的产业，在天海那也是首屈一指。就算是锦绣商场的老董见了我，也得叫我一声王少。你笑什么？抱歉，一时没忍住而已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见有人踩着我装逼，没忍住而已。你从哪儿冒出来的？这儿有你说话的份吗？你个……哎呀！这是我的男人，你说他有没有说话的资格？这是我的男人，你说他有没有说话的资格？姐，之前有人说你有野男人，我还不相信你这么做对得起王少吗？王少，我跟他没有关系，一直都没有。抱歉。既然你说我是你男人，别的不用多说，交给我。野男人。王少，放心，有我在，没人能欺负你。小子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跟谁为敌？他是神辉集团的大少，黄少帅。他就是神辉集团的大少，怪不得这么嚣张。不过我这个锦绣商场的大股东应该也没那么水吧？小子，整个京都谁不知道陈洛师是我的未婚妻？哼！明天起，大家都知道她是我的。你疯了？难道你想被他针对吗？你带我来，不就是为了对付他吗？不过，我也不亏。哼，你在找死！够了！你们闹的笑话还不够吗？洛师，2年来你没让公司成功上市，就要履行赌约和少帅联姻。爷爷，我还没有输。哼，姐姐，你就别嘴硬了。今天就是赌约的最后一天，你已经输了，就乖乖听话和王少联姻，这就是你的命。洛师，你现在过来，我可以既往不咎。
整体秒杀系统启动，今日秒杀升级，双重秒杀爽翻天！宋朝古董10斤，秒杀价9.9元。神辉集团20%股份文件，秒杀价9.9元。我操，系统给力啊！这是要让我将打脸进行到底的节奏啊！秒杀，全部秒杀！恭喜宿主秒杀成功，所有秒杀产品文件均已存放在宿主所属车辆后备箱中。干得漂亮！不过我想问一下，古董有鉴别证书吗？神辉20%的股份在神辉属于什么层次？古董都是经过鉴定的，为了配合宿主，鉴定专家也已经在赶来的路上。神辉集团20%的股份属于最高份额拥有者，集团高层已经带着合同正在赶来的路上。最高份额？那王家呢？王家所占份额不过8%，跟宿主您没得比。就8%？你嚣张个锤子！放心，有我在，就不会让你的赌约输掉。不管你从哪里来的，但我告诉你，我陈家不是你这种人能肖想的。不错，只有王少才能配得上洛师。小子，你可能不知道我是谁，也是，你这种不知道从哪个穷乡僻壤走出来的乡下人，不知道我也正常。毕竟青蛙不可语海嘛，啊！你不知道我很正常，但你要知道，你跟我比，你不配。王少，他肯定不配跟你比，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野男人。不错，我们王少可是神辉集团的少东家，他算什么东西啊？就是，他也配跟我们王少比。对不起，之前看你入住了1号别墅，就以为你背后的势力不容小觑，没想到现在给你惹了这么大的麻烦。放心，我说过不会让你输，就一定不会让你输。还敢这么嚣张啊？哼，你又笑什么？我只是好奇，到底是什么东西给了你那么大的底气，让你在我面前有了优越感？这还用说吗？你什么都比不过王少，王少送爷爷都是上千万的古董，你送得了吗你？切！算你还有点自知之明啊。我的意思是，价值1000万的东西，我都不好意思拿出手。哼，今天老爷子生日，我也不好意思空手登门。不巧，我也带了一些古董。我看你是落荒而逃吧你。他肯定知道自己丢人现眼，自己跑了。你真的会送吗？行了，就是一场闹剧，大家别在意了，别因为这种人而影响心情。洛师啊，还不快去给王少赔罪！伯父言重了，洛师是我的未婚妻，些许小事不值得在意。我看还是抓紧时间说一下我和洛师的婚事吧。洛师，你放心，你跟着我，陈氏集团很快就能上市。东西太多，只能用麻袋装了，大家不要在意啊。小凡，这里面装的是什么啊？古董啊。小凡，你开什么玩笑呢？古董？谁家会拿一个麻袋装古董？你当我是傻啊？你要这么想，我只能说你还挺有自知之明的。陈老爷子，看看有没有喜欢的。胡闹！古董何等珍贵的东西，你怎么能用一个麻袋来装？看在洛师的份上，你现在就走。是不是？陈老爷子，你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。啊，这汝窑天青斗笠盏，官窑青釉葵半喜，歌窑的灰青釉葵花是3足喜，钧窑天青釉花盆，钧窑天青小碗，定窑华花8楞大碗，定窑白釉华牡丹攀翅折腰盘，
哎呀，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都是一些老物件，老爷子喜欢就好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这些一定是假的。要是真的，怎么可能用个麻袋装过来？是啊，要是真的，这个麻袋里面的至少价值1个亿，怎么可能会送给爷爷当贺礼呢？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。进来吧。哎呦，孙教授、徐馆长，你们怎么来了？程老爷子，我们受赵先生的邀约，今天是来做证明的。不错，听说有人怀疑赵先生的古董是假的，我倒是想看看是谁在怀疑我们2个人的鉴定。确定？真的。陈老爷子，我们看过了，这东西都是真的，这些都是我们鉴定过的，绝对没有问题。王少，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就算是真的又能怎么样？我可是神辉集团的少东家，我给陈家的，你能给吗？哼，算你有自知之明。我摇头的意思是，现在开始，你已经不是神辉集团的少东家了。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？这不可能！20%的股份，那可是几百亿啊！是谁有这么大的能量？几百亿？哼，不好意思啊，老子9块9秒杀。这是你干的？不然呢？我之前想过你有很大的实力，但是没想到我还是低估了。我的背后其实什么都没有。啊？你最牛逼的东西在我面前不值一提。至于说钱，我更是没有兴趣。我反手就送出去几个亿。来，你说说，你还有什么能比的？这是真的吗？神辉集团这是易主了？真的是眼前这位先生，那他得有多大的能量？假的，这都是假的，这是你和陈洛生弄的障眼法，别在这装神弄鬼了。不见棺材不落泪，不见棺材不落泪。既然你不信，那就让你亲爹来告诉你。逆子，闭嘴！爸，逆子，你都做了什么？爸，你打我干嘛？闭嘴！这里发生的事，我在路上已经清楚了。谁给你的勇气，敢在我们集团最大董事赵小凡先生面前嚣张的啊？真的是他吗？真的是他收购了我们神辉集团20%的股份吗？赵先生，这是集团拟定的文件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神辉集团的第1股东。以后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，集团的事情我不想插手。哎，对了，贵公子在公司的职务就罢免了吧。喜欢拿着集团的名义乱装逼的人，我不喜欢。赵总，我会把逆子带回去，严加管教，您放心。回家，走。爸。现在洛师的赌约算不算赢了？赵先生严重了，哪有什么赌约呀？洛师这丫头看人一向很准的，能得到赵先生的青睐是她的福气呀。洛师，事实证明你是对的，从明天起，我就让你全面接手陈氏集团。爹，洛师还年轻，怎么能让他接手集团的事情？是啊，爸，而且你不是答应落月去集团了吗？哼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的花花肠子，我只是老了，不是瞎了。赵先生，我岁数大了，招待不周，还是让洛师好好陪着你吧。老爷子请便。哎。要以身相许吗？怎么？难道你不敢要吗？又不是没要过。
这么晚，我妈怎么会给我打电话？先接电话吧。什么？我爸出车祸了？好，妈，你先别着急，我这就回来。跟我一起。好。好。德柱啊，你救救你舅吧！医生都说了，再耽误下去，你舅的腿就跑不住了。你这是干嘛呀，舅妈？不是我不想救，我总不能因为救舅舅就让我犯错误吧？是不是啊，表姐？表姐，这次你可一定要帮帮我！你男朋友是陈氏集团的领导，只要他开口，我一定低价能从陈氏集团买到低价的医疗设备。到时候我肯定会感谢你们的，表姐，行吗？德柱，不是姐不帮你，而是这件事我不能去做。表姐，风水轮流转，没想到有一天能求到我的头上吧？德柱，当初我是无能为力，如果我真的帮了你，那就是在犯罪啊！那我给你找病房，不也是犯错误了？德柱，是我错了，求求你看在亲情上的份上帮帮我吧！再耽误下去，他的腿就保不住了呀！对嘛，求人就应该有求人的态度。既然你这么诚心诚意，那我就大发慈悲，给他找一间病房吧。不用了，你们的医院我们住不起。我当谁呢？原来是我那个公司破产，混到劳务市场去干杂活的表弟呀。不过你这话说的没错，我们瀚海医院可是私人医院，你们住不起啊。触发临时秒杀，瀚海医院100%股份秒杀价1元，买秒杀成功。宿主个人信息已同步至瀚海医院高层手机，且已经知道宿主就在医院的消息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给我姐道歉，给我爸安排治疗，否则你后果自负。赵小凡，你是不是公司破产得失心疯了呀？你现在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嚣张啊？好，你没机会了。小凡，妈，放心，我来安排。行了，就别卖惨了。看在大家都是亲戚一场的份上，这样你跟你姐一样，开口求我，说不定我就会大发慈悲，给舅舅安排个病房。不用了，有这心思，你还是好好想想，滚蛋之后自己能做些什么吧。我滚蛋？我倒是要看看咱们两个是谁要滚蛋。保安，这里有人闹事，把他们给我带出去。你们来得太慢了，我很不满意。还我说你个闹事的，还敢这么说话？哎，别跟他废话，直接拖出去。给我住手！林院长怎么还把您给惊动了？不就是个闹事的吗？交给我，给我闭嘴！该滚的是你们啊！赵先生，瀚海医院已经穷得连个病床都买不起了吗？要让我爸忍着病痛在医院大厅里面等？快，立刻让人安排，直接去顶级病房。好，去。小凡，他们态度怎么变了？因为医院是我的。啊？因为个人情绪不顾病患，执意不做治疗。我想知道，这样的人有没有资格留在医院？赵先生，对于这种人，我绝不会姑息。我不仅要将他驱逐，更要吊销他的执业证书，把他全行业通报。你被开除了，你今天的行为我会全行业通报。你这种人就不配当医生。你不能这样，我好不容易托关系进了这家医院，你怎么能说开除就开除我呢？为什么这么听他的话？他就是一个破产的废物，有什么资格让你们这样对待？你给我闭嘴！赵先生可是我们瀚海医院的幕后投资人，整个医院都是赵先生的，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？敢对赵先生不敬？不可能，他不可能是这家医院的投资人。前2天还在求我姐给他找工作，要去做保安。不要骗我，不要骗我！哼，赵先生是5分钟前收购我们医院的。你什么身份？有资格提前知道？来，给我拖出去！小凡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，我是你表哥啊！我给过你机会了，小凡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，你这是6七不认！小凡，小凡啊，这样对德柱是不是不太好啊？他毕竟是你表哥，你姑姑她……爸，你把他们当家人，他们可未必。你信不信？他们现在已经在算计我了。
赵小凡真有这么能耐？那前几天还求我给他找工作呢。看他那小人得志的样儿，咱们一家什么时候在他们一家面前这么低三下四？德柱说的对，赵小凡这么做真是一点都不顾虑亲戚脸面。你都求过他了，他竟然把你赶出来，太不近人情了。妈，要我说，这件事绝对不能这么算了。当然不能这么算了。珊珊，明天可就是你的订婚宴了。啊？珊珊，你老公可是出版社的总编，听说他和京都的王少都是好朋友。明天咱们把赵小凡请来，到时候他还不得在你老公和王少面前乖乖的低头，说不定呀，医院都成咱家的了。小凡，明天是你珊珊姐订婚的日子，你可一定要来呀。好的，我一定来。希望你们能做出正确的选择，做不成亲人也别做仇人。整体秒杀系统启动，今日秒杀产品为天海浪鱼出版社所有权，秒杀价19.9元。妈，你不是说今天赵小凡会来吗？怎么到现在还没过来啊？应该快来了，我还不了解他吗？在我们家什么时候抬起过头？就算走狗屎运，赚到钱一样抵我们一头。妈，你就放心吧，我已经和德志说了，只要赵小凡来了，医院要是不给德柱赔礼道歉，他别想好。嬷嬷，事情我都听说了，瀚海医院而已，不敢不给我面子，不然我随便引导一下舆论，就让他万劫不复。哼！哎，来了。小凡，昨天姑妈还念叨你呢，以为你破了产想不开，看到你今天好好的，姑妈真替你开心呢。谢谢姑妈。哎，小凡，我听你哥说昨天你们闹了点误会，你可千万别生气呀，我们可是亲戚，你怎么能针对你哥呢？果然还是像以前一样，恶人先告状。姑妈，你说的对，的确是误会。小凡，你交给我处理。昨天我对表哥的事情处理的确不妥当，你知道就好。赵小凡，你现在道歉已经晚了，除非你把医院的所有权转给我，否则我们一家是不会原谅你的。想要医院啊？你敢不给？小凡，姑妈就这么一个儿子，他就这点要求，你该不会不答应吧？我答应，不过不是医院，而是法院。你什么意思？他放任病患不管不顾，这不应该只是道德层面的问题，更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。我已经让医院起诉他了。你竟敢起诉我？赵小凡，你怎么敢的？就凭你对我爸不管不问，让我姐下跪道歉，这就是你应该付出的代价。赵小凡，你还当不当我是你姑妈？我们可是亲人，你怎么能这么过分？姑妈，你现在想起来我们是亲人了。你到我们家颐指气使、嚣张跋扈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是亲人啊？我落难了，求到了你头上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忘了我们是亲人啊？赵小凡，你太过分了！现在跟我妈道歉，再找人撤销对我弟弟的起诉，我们还能对你既往不咎，否则后果自负。啊，那我等着。老公，现在就全靠你了。赵小凡是吧？我是天海浪鱼出版社的总编，以我的身份，你现在不是了。你现在不是了，赵小凡，你清不清楚你在说什么？我，天海浪鱼的总编，信不信我一句话就让你们瀚海医院臭名昭著啊？我不信。好，我就让你看一下我的能量。对不起，您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。别着急，我马上就让你知道得罪我的后果。对不起，您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。老公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，今天打的电话全都打不通。那是因为你被我们出版社除名了，你的所有联系方式都已经被我们拉黑。社长，你这是在开什么玩笑啊？哼，没在跟你开玩笑。还有这么多年，你利用职务之便以权谋私，我们已经调查清楚，你就等着坐牢吧。跳梁小丑，哼。小凡，你这是怎么做到的？因为出版社
也是我的。不可能，这不是真的。社长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这一定有人诬陷我，是不是因为你？你个混蛋到底做了什么？放肆！你也敢对赵先生无礼？赵先生是我们出版社绝对投资人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浪鱼出版社是他的。原本我也想看在我爸的面子上，觉得我们虽然做不成亲人，也不至于成为仇人。但现在看你们这一家人的嘴脸，你们不配。小凡，你说你这是在干嘛？咱们可都是亲戚啊！我只是跟你开个玩笑。是啊，小凡，我们可是一家人，我是你表姐夫，你快跟社长说说，千万不要把事情搞大。是啊，小凡，刚才姑妈是跟你开玩笑的，你放心，我一会儿就带着德柱到医院去，给你爸跪下道歉认错。不用了，你们这些人是不会知道错的，你们只是怕了。赵小凡，你继续那么得意吧，等一会儿王少来了，我看你还能不能得意。对，我还有王少。王少？哪个王少？我看看是谁这么不给我面子，敢在我兄弟的订婚宴上闹事儿啊！赵先生，来的是神辉集团的王大少，我们不必在意。怎么又来了？到处都有他，烦死了。他可算不上麻烦。王少，你可算是来了，你兄弟我快被人给欺负死了。天海市谁有这么大的能量，敢欺负我的兄弟？大胆的说，我替你出头。你要替谁出头？才过了1天，你都忘记了？出什么头？不出头。这个我要知道赵先生在这儿，我都不出现。他是你的人？他就是跟我混吃等死的一个人，不熟，不熟。看来你的依仗似乎也不太中用啊。王少，你，我跟赵先生说话，哪有你插嘴的份儿？您还有什么吩咐，随时跟我讲。这里的事儿交给你们了。是。你不能走，想走也可以，赶紧撤销对你德柱哥的起诉，再把医院交给他管理。还有，你姐夫让他替你管理出版社。对，你这么做，我们还能在亲戚面前替你美言几句，不然你就等着被亲戚戳脊梁骨吧。随便，像你们这种只想踩着我们家在我们面前趾高气扬的亲戚，不要也罢。当然，也包括你们。我们走。哎，赵小凡，小凡，你这么做，你姑姑一家会恼羞成怒的，到时候为难你怎么办？是啊，小凡，虽然你也很厉害，但是我听说那王少帅和陈氏集团的小姐有联姻，到时候为难你怎么办？姐，你不认识陈氏集团的大小姐？哎呀，我上哪儿认识陈氏集团的大小姐？我只是一个小职员而已。哼，姐，这位就是你口中的陈氏集团的小姐。啊，小雅姐。陈小姐。小雅姐不用这么客气，叫我洛师就行了。对，不用这么见外。小凡，你和陈小姐，你们两个……啊，我们目前是邻居，不过以后她可能会成为你的弟媳。好，你现在有本事了，还找了这么好的姑娘，妈真为你开心。小凡，现在你啊，事业爱情双丰收，姐就放心了。行了，小凡，爸的事情就交给我，先去忙吧。那怎么行？爸现在身体还没有康复，我怎么能不管？放心吧，我已经安排了护工，他们一会儿就赶到。相信有他们的悉心照料，伯父一定会尽快康复的。谢谢陈小姐，这里有我们守着，你们去忙吧。儿子，还不送陈小姐，快点儿。陈小姐，我们回去吧。走吧。我发现，我现在好像越来越不了解你了。你太神秘了，仿佛一切都在你的掌控之中。哪有你说的这么复杂？全靠系统衬托罢了。好像这世上什么事情都难不倒你一样。王少帅想要针对你，结果你却是神辉集团的大股东。还有，像瀚海医院以及
浪鱼出版社都是这样的情况。现在既然连斗宗这样级别的圣手都为你所用，我实在是想不到还有什么是你做不到的。还有很多。什么？你？我什么？我还做不到。你说什么？你的意思是陈朝阳违背老爷子的命令，联合集团的其他股东要架空我？遇到麻烦了。我没有想到他们竟然无耻到这个地步。我帮你。真的？这个可不好说啊，除非系统这次还跟以前一样给力，直接让我秒杀了陈氏集团，不然还真不好说。整点秒杀系统启动，今日秒杀产品为无名岛屿，秒杀价9.9元。看来系统有事情逼我，即便秒杀了无名岛，也没有办法帮陈洛师。算了，先秒杀吧。恭喜宿主秒杀成功，宿主可对岛屿进行命名。之后再说吧。真的，如果可以，我会动用我所有的资源来帮你。没用的，我知道你很神秘，也有很多产业，但是这一次不一样。陈落月找到了一座岛屿，那岛屿中所蕴含的资源，有着我们陈氏集团所必须要的材料。这么巧，我这边刚秒杀了一座岛屿，他这边的危机就和岛屿有关。你知道吗？这些年我一直无法将天海这边的公司做到上市，一方面是因为王少帅一直在背后出手，另外一方面就是公司所需要的材料极其短缺。可是现在陈落月找到了这样一座岛屿，上面有着大量我们公司所需要的材料。有了这个，我爸将联合集团所有股东直接否定爷爷的决定，去架空我。我只是好奇，为什么你父亲对你和陈落月如此区别对待？很狗血的桥段。陈落月他妈是我妈去世之后才嫁进我们家的。原来是这样。你说我是不是很可怜？输得很彻底。未必。你在安慰我？万一我又创造了一个奇迹，他们发现这个岛屿就是我的呢？诸位请看，这座岛屿就是我刚发现的无人岛屿。这座岛上有数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稀有矿石，相信这些矿石能够对我们陈氏集团新品研发有新的高度。这座岛屿的所属，我们现在已经在联系了，相信很快就会有着落。到时候我们陈氏集团所研发出来的所有的产品，各位都会赚得盆满钵满。这么说，罗月小姐真是居功至伟啊！没错，本来我们集团已经深陷困境，如果能成功拿下这座岛屿的话，我们陈氏集团肯定能更进一步。陈洛师，你拿什么跟我斗？就算爷爷认可你又能怎么样？现在我可是掌握了陈氏集团发展的命脉，他们谁敢不服我？既然岛屿是落月发现的，我觉得老爷子之前所说的就有些草率。我觉得应该让落月掌控集团，大家意下如何呀？你怎么来了？今天这场会议是为落月准备的，你别以为老爷子开口了你就能掌控公司，我不认，在座的都不会认。姐，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，毕竟老爷子已经张口要把公司交给你打理了。可是我没办法呀，谁让我命好，发现了能给公司研发提供原材料的岛屿呢？这就是命。命，我的命一直都很好，尤其
是现在更好。姐，你就别逞强了。我知道有赵老板做你的靠山，我们陈氏集团完全比不了。可是现在也没办法嘛，赵老板也救不了陈氏集团了吧？罗月说的对啊，我们陈氏集团只有他的发现才能有所发展。对，外人再厉害，也不能让我们集团更进一步。只有落月小姐发现的这座岛屿才能。听到了吧？只有我才能让陈氏集团更进一步。你拿什么跟我比？罗师啊，你也别觉得委屈。落月说的是事实，现在只有靠落月，我们陈氏集团才能真的辉煌。你也不想看到陈氏集团就此没落吧？放心。根据这几天的系统反馈来说，这次应该也不会有意外。宿主所秒杀岛屿正在被人寻找，宿主联系方式已通过合法途径下发至对方手中。现在请宿主对岛屿进行命名，就叫落师岛吧。命名成功。我有一个好消息，诸位啊！这座岛屿的主人的联系方式我已经有了。真的吗，王少？那你赶紧给他打电话呀，这样子让某些人好快死心，是吧，姐姐？可以啊，打就打啊。对方可能在忙啊，无法接通。这不就是打脸的好机会吗？直接开免提。请问是赵小凡先生吗？我是。你好，我这里是银行贷款。意外。我还以为刚才打电话是打给你的，还以为岛屿是他的呢。王少，你再打一个试试。打就打喽。赵先生，同样的把戏玩2次，可就没意思了。喂，请问您是赵先生吗？我是。请问您名下的无名岛可以出售吗？不卖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为什么有你的地方，我永远这么倒霉？为什么你永远压我一头？可能我克你吧，所以以后有我的地方你就不要出现。诸位，现在大家都清楚了吧？这座岛屿是我的，而且它不是无名岛，它有名字，叫做落师岛。赵先生，你的意思是，从现在开始，我把这座岛屿送给落师。至于你们是开发还是别的，一切由落师做主。诸位现在该如何选择，心中应该已经有答案了吧？谢谢你。你好好处理这边的事，我回家等你。这样的人生真是精彩。短短几天，我已经成为了商业大鳄。再过段时间，说不定我也能建立属于自己的商业帝国。事情解决了？解决了。我已经将陈氏的股份划分，你有30%，是绝对控股权。他们怎么会同意呢？要是没有你的话，他们手中的股份将一文不值。不过你现在的身世一片迷糊，我真的很好奇，你还能带给我什么样的惊喜？现在也就这样，剩下的都是些微不足道的。不过这也仅限于现在，至于以后会怎么样，我也不清楚。那我很期待哦。哼，如你所愿。给我个解释！我付出这么多精力和人力，就想拿下陈氏集团，反倒是你们一次次的失败。啊，这次真的不怪我。您知道的，只要拿下那座岛，落月就能成为陈氏集团的总裁。我们尽力了吧？我要的是解释。
是赵小凡。又是他。这个人他克我，只要有他在的地方，就没我的好。我怀疑这个人背后有巨大的能量。怎么说？您看，上次见他是在陈家，他的每一步都是在针对我。我送古董，他也送古董，他还带去一个鉴定师。我说比身份，他就直接成为了神辉集团的股东。后面就是他在天海的事儿，他的每一步，幕后好像都有一个巨大的推手在帮他，总是能够精准的操控这一切。再有就是今天，我们掌控陈氏集团的关键就是那座岛，可他偏偏是那座岛的主人。爸，你不觉得这一切太巧合了吗？你这么一说，还真有可能。别的不说，前段时间我们神辉集团就莫名其妙的被收购了，这赵小凡还真的神秘的很呢，需要验证一下。如果我们能掌握他掌控的秘密，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坚不可摧的商业帝国。好的，爸，我这就去查。不管他赵小凡背后有什么势力，我都给他查清楚。好，声音秒杀系统启动，今日秒杀产品为指定楼盘收购券1张，秒杀价格1元。指定收购是什么都能收购吗？包括但不限于天海市内所有楼盘，只要宿主能明确指定楼盘名称，都能够收购。看来系统也觉得我无所事事，这样子是想让我当包租公吗？竟然送了这么好的玩意儿！秒杀！恭喜宿主秒杀成功，已存放于系统物品中，宿主使用时直接召唤即可。不如把这一片的别墅区都给收购了，价值也绝对可观。对了，小凡，我要去京都待几天，处理一下集团的事务。好，反正我在这边也没什么事儿，不如我陪你一起去算了。喂，姐。小凡，我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我看房的时候不小心弄脏了房子地板，现在他们这边不让我走，地址给我。我在天空之城售楼部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没事，只是不能陪你去京都了，我要处理一下我姐的事情。只剩下5分钟了，我倒要看看你能叫来谁。先生，我不过是弄脏了你们一块地板，而且我已经打扫干净了，你为什么一定要针对我呢？赵小雅，你怎么这么快就忘了我是谁了？你，王强。哼，不错，当初在陈氏集团，要不是你针对我，我也不会被开除，沦落到做房产经纪人。没想到我王强有这个命，直接混成了店长。今天你犯到我手里，你觉得我会这么轻易的放你离开吗？我没有针对你，当初的确是因为你的失误才造成了重大损失，是我极力挽救，才免去了你的牢狱之灾，是我救了你啊！闭嘴吧你！要不是你多管闲事，一个数据的错误，不可能有人注意。哼，今天说什么都没用了，这件事情解决不了，谁都救不了你。王强，我赔钱。哼，赔钱？只要你能放过我。哎，就这几百块钱，你打发叫花子呢？哼，今天这事儿没有10万解决不了。王强，我已经叫我弟弟过来了，他来了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不会放过我？你知道这楼盘背后是谁吗？告诉你，这是荣耀集团的。你弟弟算什么东西啊？也敢说不会放过我？未免有点欺负人了吧？只是弄脏了地板，就让人家赔10万块。哎呀，人家背后是荣耀集团，那可是连锁全国的开发商，我们根本惹不起。哎，你们看好他，今天这件事情解决之前，不能让他站起来。我倒要看看，你弟弟到底是个什么货色。你就这么迫不及待想要见到我？姐，
谁打的？小凡，算了，姐没事。姐，这事儿你别管了，我来解决。你想怎么解决？王少不是说这小子没什么本事吗？一个普通人怎么可能有这么强的气场？赵小雅弄脏了我们房子的地板，赔10万，这事儿就能解决。10万，不多。我还以为这小子多牛呢，原来也是外强中干，一点也不中用。这事儿解决了，但打我姐这事儿还没了。我最后再问一遍，谁打的？我打的，那也是因为这事了了，继续说你的事儿。你敢打我？打了。好好好，既然这么嚣张，我就让你知道今天打我这一巴掌有多贵。刚刚是10万，现在是100万。100万不多，但问题是我不需要赔。不赔？你知道天空之城背后是谁吗？我之前的确不知道，但现在知道了。系统指定楼盘天空之城，使用1元秒杀券。恭喜宿主秒杀成功，宿主成功秒杀天海市天空之城楼盘12座，全国天空之城楼盘680座。同时恭喜宿主成为荣耀集团最大股东。1元秒杀680座楼盘，系统，你这是要让我上天呐！哼，装什么装？哎，这天空之城的开发商是荣耀集团，那可是比肩神辉集团的超级巨无霸，随便动动手指头就能让你万劫不复。你说的没错，这个楼盘的背后啊，的确是荣耀集团。但你知道荣耀集团的背后是谁吗？你什么意思？很简单，荣耀集团的背后是我。这小子说荣耀集团是他的，简直可笑。谁不知道荣耀集团背后是陈家？你连装逼都不会。听到没，小子？陈，荣耀集团是陈家的。刚才是陈家的，现在姓赵。神秘赵姓买主一口气独揽天空之城所有楼盘，成为荣耀集团的最大股东。变了爸，我只不过是找了一个小喽啰去接触了一下他姐，这背后的荣耀集团竟然真的被收购了。这个赵小凡背后还真有不为人知的秘密，这个秘密可以让他轻而易举地得到别人梦寐以求的财富。爸，我们一定要得到他背后的能量，这样用不了多久，我们就能成为全球顶级豪门。问题是，我们怎么得到呢？爸，我们完全可以控制了陈洛诗，然后让赵小凡为我们所用，让他为我们做嫁衣。说得对，我们不一定要去掌控什么，但是我们只需要掌控赵小凡就够了。正好，明日就是京都商盟大会，陈洛诗一定会带着他参加。我们预先给他准备一些敌人，让他收购更多的企业，到时候我们做幕后的掌舵人啊！很快就有人把文件送过来，到时候你就知道荣耀集团背后是不是姓赵。请问哪位是赵先生？我。赵先生，荣耀集团的股份变更文件已经全部完成，现在您是荣耀集团最大的股东，全国680座天空之城的楼盘都属于您。听清楚了吗？不可能，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情？假的，一定都是假的。以后我不想在荣耀集团旗下的任何公司看到这个人的信息。赵先生您放心，我会将他的个人信息同步到整个荣耀集团，并同时对他进行调查，如果有违法行为，一定让他付出代价。这就是你要付出的代价。赵先生，你饶了我吧，这一切都是神辉集团王少让我做的，跟我无关的，你放过我吧。王少帅，
这父子俩也不是省油的灯，也不知道系统能不能秒杀一些别的东西。要是能秒杀到一次性解决他们的东西就好了。赵先生，您还有什么别的吩咐吗？那就把这座楼盘转给我姐吧。好，我这就去办。姐，我把这套楼盘送给你，怎么样？什么？这么惊讶做什么？你来这里不就是为了买房吗？正好你现在还没有工作，我把这座楼盘送给你的话，你就安心当你的包租婆就好。这怎么行？这太贵重了。姐，以前我在低谷的时候，都是你在帮助我，现在到了我回馈你的时候了。小凡，王家父子，王家父子。京都商盟大会，好，明天见。商盟大会，那应该会有很多企业剧情吧？按照系统的惯例，难道这些人又是给我收割的？成蝶秒杀系统启动，今日秒杀产品，京都地区商盟主席的身份，秒杀价格1元。京都地区商盟主席身份，这也能秒杀？系统，你没搞错吧？获得商盟主席身份，宿主能享有绝对特权，能调动京都地区资源，同时可作为形象代言人，成为宣传大使，为人所知。享有绝对特权，听起来不错啊。听说今天的商盟大会会空降一位主席，不知道真的假的？管他真假呢！我们京都地区商盟这么多年都是这么发展过来的，现在忽然冒出来个主席，什么意思啊？除了王总，我谁也不服。看来你呼声很高，今天空降过来的这位主席，怕是有苦要吃了。诸位，太救我了！我只是神辉集团的第2股东，大家都这么说的话，不会……不就是个毛头小子吗？如果不是他背后的能量，怎么可能成为神辉集团的第1股东啊？陈总说的没错，一个毛头小子而已，我们可不认。赵小凡啊，赵小凡，你还没来就已经这么多人看你不顺眼了，等你来了，我看你如何自处。你是什么人？你穿成这样就过来了，知不知道这什么地方？不懂礼数！我们这么多前辈都在这里，你就这么推门进来，有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？早就跟你说过，让你穿正式一点，你还不听。放心，我就算穿得再正式，他们也不会对我有什么尊重。相反，我穿成这样，他们也不敢在我面前嚣张。你不会说这个商盟也是你的吧？这倒不是。吓死我了！要是真是你的，那就太吓人了。慢着，赵先生，你要去哪？你不会是要坐这里吧？不行吗？赵先生，虽然说你是神辉集团的第1董事，但是我也要劝你要低调一点。这毕竟是京都地区商盟大会，你这样做会让我们神辉集团招惹麻烦的。我知道这里是商盟，但是我要坐这里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放肆！赵小凡，你什么身份？你也敢觊觎主席的位置？滚出去！你们神辉集团，我们只欢迎王建设王总，你还不配出现在这里。他们这是商量好了要针对你。没关系，他们能承受后果就好。一切都在向我预期的方向发展。这些人已经开始针对赵小凡，赵小凡身后的能量要出手了。等他收购了这些人的产业，我的计划就可以进行第2步了。赵先生，这里似乎好像不太欢迎你。那就请他们都滚出去吧。你未免也太目中无人了吧？在座的可都是商界的精英大佬，你这个样子会不会太过分了？我不是要针对在座的各位，我只是想告诉大家，我有这个资格。你什么意思啊？难道说你还是像之前收购神辉集团那样收购所有人的企业吗？难道他看出了什么？
哎呦，赵小凡啊，你还装起来了。虽然你之前确实有一些匪夷所思的操作，但是不代表你真的能收购各位大佬前辈们的产业。你要是真能做，我王少帅给你磕头认罪。我什么时候说过要收购他们的产业？又是谁告诉你我需要收购了他们的产业，才能让他们向我低头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意思很简单，我坐在这个位置，不需要看你们任何人的面子，不服就滚出去。你是说你是商盟主席？不可能！你怎么能是商盟主席呢？这可是整个京都地区的最大商会。口说无凭，你怎么证明你是商盟的主席？我来证明，赵先生就是今天新上任的商盟主席。主席，这是今天所有参会人员的名单，包括今天几个对你不敬的，我也做好了统计。如果将他们开除商盟，会有什么问题吗？不会有任何问题。主席，千万不要把我们踢出商会啊！我愿意把我们袁家的股份全部无偿献给你。我也愿意，我也愿意。都怪他，今天我们针对你，都是王建设在背后撺掇的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这都是你们自作自受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跟赵先生都是神辉集团的，怎么会针对赵先生呢？主席，这些人对您不敬，应该马上开除商盟。咱们京都商盟可是京都地区最大的商盟，多少家族企业挤破脑袋都想挤进来，这些人敢对您不敬，一个都不能留。没意思。原本以为商盟会有什么过人之处，没想到只是看了一场狗咬狗的戏码。今日所有与会的人全部开除商盟，禁止京都商盟所有资源对他们开放。好的，走吧。完了，这下全完了，没有了商盟，我们家几年之内就全没落了呀！都怪王建设，王建设，你不得好死啊你！为什么？为什么跟我想的不一样？真不敢想象，以后你还能给我什么样的惊喜？我也不知道，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肯定。什么？护住你。真没想到，我的人生短短几天，竟然发生这么大的变化。不过，这王氏父子说到底也不是什么好人，我得知道他们想干什么，会不会对我老婆下手？触发临时秒杀，秒杀产品为随心监控系统，只要宿主指定监控对象，就能360度无死角对目标人物进行监控，秒杀价0.1元。系统还真贴心，这是想让我花1毛钱把他们父子俩送进去吗？秒杀！恭喜宿主秒杀成功，物品已存放到系统物品中，宿主可随时启动。启动。监控对象陈洛师。姐，你还在这儿呢？你来干什么？我看你太辛苦了，来给你送点东西。什么东西？送你去你该去的地方。郑元同志，我需要你们的帮助。送你去你该去的地方。赵先生放心，您提供的证据极为关键，我们一定会尽快将犯罪分子抓捕归案。不，这还不够。陈洛月他一个人绝对不敢做这样的事情，他一定还有同伙。你看，郑元同志，你看，这2个就是他的同伙。我们这边立刻实施抓捕了。赵先生那边还有什么要求？带我一起去。赵小凡，如果你不想陈洛师出现意外，现在马上把华尔街所有金融大鳄的产业给我收购了，然后转赠给我。神经病！这么说，你是不关心陈洛师的安危了？你与其关心我在不在乎他，不如多关心一下你自己吧。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你完了。你们怎么找到这里的？
你自以为做的天衣无缝，在我眼里，你们不过是跳梁小丑。赵小凡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你不过就是因为你背后的能量，才有现在的成就。我不服。你服不服都没用。等你从里面出来的时候，说不定我真会如你所愿，把华尔街的金融大鳄都收购一遍。你别过来，老子可是汪少帅。赵小凡，赵小凡，我不会放过你。小凡，你怎么来的这么快？上盟大会的时候，我就知道王建设父子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他们不敢动我，只会对我身边的人下手，所以从那个时候，我就派人暗中保护你，并且收集他们的犯罪证据。小凡，谢谢你。如果不是你出现的话，我还活在水深火热当中。如果不是系统，现在我应该也在水深火热之中。恭喜宿主触发终极秒杀！本次秒杀产品为全球顶尖企业20%的股份，秒杀价格999元。不会吧？王少帅才只敢想想华尔街，现在直接全球购了？这岂不是说现在的我已经是世界首富了？秒杀，必须秒杀！恭喜宿主秒杀成功！由于本次产品秒杀过多，请宿主自行上门领取。这是逼我在全世界面前装逼啊！